带你抓事件真相，掌握证据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持续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英文。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一轮好，各位朋友好。还有前立委李胜峰，一轮好，大家好。以及淡大财经系教授聂建中，一轮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要持续关心我们的台湾之盾哦。赖总统在去年的时候曾经就提到台湾之盾，那后来就包含的是特别预算一直不断在朝野来进行一些攻防。好，那现在这是不是台湾之盾会有破洞呢？好，说因为强攻飞弹系统传出没有编列预算。那国防部长也有一些讨论。好，我们看到就是外传建构台湾之盾的关键中程防空飞弹强攻系统，可能没有办法纳入追加的预算，那就会延宕到117年度才有机会编入国防部的年度预算。好，那这画面就是强攻系统的样子。那今天早上呢，国防部长顾立雄也有到这个立法院来进行备询，那他就讲到说总统已经有指示，会运用各种不同的预算。都会将它纳入所以呢，纳入是势在必行啦，只是用的方法不赶快。好，那疑似回应中共恫吓斩首总统府，那宪兵首度的实射仁西式的刺针飞弹。好，这是国防部发言人粉专7号抛出了这个23秒的影片。好，你可以看到陆军的神功操演肩射式的刺针飞弹成功把靶机击落的画面曝光。好，那负责卫戍中枢的宪兵部队也首次的参与实弹射击，好，顺利的接战摧毁低空目标。当然我们也在秀我们的肌肉嘛那中国大陆的核潜舰试射飞弹在前天的中午12点01分的时候突然发射。好，这件事情引发了国际蛮多国家的关注，自然也包含我们中华民国政府所以你可以看到赖总统有喊话说台美要加强合作。好，那今天国防部长顾立雄也有特别被问到这件事情，他就说国防部有掌握弹种应该是巨浪2。好，说虽然没有经过我国的防空识别区，但是破坏区域和平稳定的作为，证实中共确实是麻烦制造者。好，那另外一位则是吴钊燮，国安会的。好，那当然在前一天也已经说了这个试射的弹种就是巨浪2，说从南海发射飞越了菲律宾吕宋岛的北部上空，最终落入了南太平洋诺鲁跟东加之间的公海。好，不过我们昨天在节目上也有针对巨浪2还是巨浪3有一些讨论因为巨浪3的射程其实比巨浪2更广。好，所以如果巨浪2早就已经有相关的试射过的话，那巨浪2的特别性就没有这么高。好，那所以大家对于巨浪2还是巨浪3有一些不同的讨论。好，但是我们的政府认为就是巨浪2。好，那这件事情到底国台办中国这边怎么看呢？我们现在看到中国大陆的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他是说民进党当局对这次导弹试射的过度反应，就是充分的暴露了他们以独谋挑衅的色厉内荏。好，那克林姆林宫的发言人则说中国进行飞弹试射属于主权权利，说中国没有威胁该地区任何国家，也没有威胁到世界上的任何国家。好，那到底为何中国罕见的越洋来射飞弹呢？现在纽时有做一个分析的报道，他说中国此举不仅仅意在试探美国的防卫战略的界限，那其实也在警告区域的国家不要效仿日澳试图牵制中方。那甚至也凸显了北京决心要缩小跟美国在海基核武上面的差距，那确保的就是在发生冲突时能够更握有强的筹码。所以看起来中国大陆这个罕见的越洋射飞弹似乎也是一时好多鸟好，那这个太平洋论坛的资深分析师则说这次可能的发射地点其实也符合中国逐步形成的一个潜射核飞弹的堡垒战略。好，也就是呢，让核潜舰呢潜伏在近海，好，那由多层防御力来进行掩护，好，降低遭侦测跟攻击的风险。那现在呢，美国一直都有怎么第一岛链、第二岛链等等的。那当然，现在有人认为是不是出现了一些危机状况呢？好，先看到这个日本专家有警告他是情报专家，他说中国此次
试射潜射弹道飞弹SLBM 显示，未来日本、美国还有澳洲等其他的盟友都必须重新思考西太平洋乃至第二岛链的整体防卫部署。也就是他认为整个防卫的思维不能再只局限在第一岛链，可能要到第二岛链这边来进行一个整体的规划。那是不是主要就是驻日美军的冲绳呢？好，那讲到冲绳大家知道现在冲绳面临了台风的袭击因为巴威台风非常的扎实它是一个强台。好，10号到11号是日本预测可能前后持续的强度会朝冲绳、仙岛群岛来逼近。那气象厅警告可能会出现足以造成部分房屋倒塌的猛烈强风。好，那第二岛链的关岛则是已经出现了一些状况，我看到画面也是吓到不行，那风大雨大到真的太夸张了。有无数的屋顶被掀走，电线杆也倒塌。那关岛当局说这个北马里亚纳群岛的2个主要岛屿塞班岛跟天宁岛就面临了停电。你可以看到这个狂风暴雨非常的夸张，巴威非常的扎实所以关岛部分的地区同样也是无电可用的。好，那当然巴威正在往台湾这边靠近预计大概是礼拜5跟礼拜6的时候会最靠近台湾。好，我们当然希望它再往北偏一点临时赶快转弯这个我们擦边球就好了因为天佑台湾希望不要再有太大的风灾。好，我们还是回到了台湾之盾因为呢现在说这个强攻飞弹的系统传出没有编列但是顾立雄还是信心满满。我们先问永明教授怎么看现在的战略布局？到底是巨浪2还是巨浪3那差别在哪里？那它对于就是中美的核武平衡、军事平衡以及整个西太平洋的军事格局都会有影响。那它差别不是只有距离，它差别也在它的弹头。因为巨浪3去年93阅兵的时候展现出来，它的弹头具有6到10枚独立搜寻目标的核弹头的这个能力。所以它是一个装载核弹头的核武的发射的潜射飞弹。那巨浪2简单的说，它就是打8000公里；巨浪3就是打12000公里。那8000公里，其实巨浪2老早在2011年连续5年，11年到15年都有做过测试。而当初的测试也就是这样测试，它不过当初的测试是从往内陆打，往内陆打。那这一次呢？它的测试隔了这么长之后呢，2019年巨浪3正式推出，去年在93阅兵上面呈现出来 JL3， 而且开始也在换装到它的094的战略潜舰。美国的潜舰都是核子动力，那但是呢，它有攻击潜舰、巡防潜舰跟战略潜舰。所以战略潜舰是什么？就是中国大陆这个094一样，也就是装核弹头的这些潜射飞弹，那它是在做核主上面所使用的，而且基本上这种海基的核潜舰发射潜射飞弹是作为第2级，也就是 second strike， 也就是如果你遭受到核武攻击了，我损失掉90%的军武设施了，我在海里面这个潜在海里面的核子弹动力潜舰，然后呢可以发射就是这个巨浪2或巨浪3。美国叫做3x几2号 D5这个战略飞弹，那因此呢，它就等于是核主，所以核武的核主并重点不是在发射，核武的核主其实是在使对方不敢发射，那彼此就等于是核武平衡，相互保证毁灭，就达到了一个3位一体。什么是3位一体？陆基、海基、空基，但最难做的就是这种从核潜舰发射的海基，而且它是第2级。那过去只有美国跟俄罗斯，以前的苏联，在这个3位一体长程的1万公里以上的第2级的能力是很足够的。那现在中国加入这个俱乐部，换言之，中美之间等于是进入到了一个真正的核主核武的平衡。虽然在数量上在一些层面上，美国还是占优势，可是事实上也足够。也就是说，彼此之间不会去对对方发动战争。不只是核武战争，也不会进行直接的常备的传统武力的交战。你看，整个冷战时期，美国跟苏联没有进行一兵一卒的交战。你看，俄乌战争呢，
美国也不敢。对，但是当然就透过代理战争，所以这个巨浪2跟巨浪3都有这个意涵，可是它的差别的距离的在哪里呢？就是如果是巨浪3，它就可以在渤海、在南海、在东海就发射打到美国的，就是本土全部，大概走这个就是大圆形的这个就是北极上空的这个角度的话，哈，到佛罗里达的迈阿密12500公里，所以我个人认为哈，巨浪3的机会是比较高。因为以他这一次的宣布，同时你看到他有数艘解放军的测量船，包含远望号，都在南太平洋去做测试、去检视它的这一次的发射与否。所以，如果是巨浪2或者它的改良型，它不需要这么慎重，而且这是往美国方向的太平洋方向的这个发射，它当然要达到它的最重要的战略，和平衡的意涵。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不管吴钊燮、郭义雄怎么讲。美国一定把它视为巨浪3，也就是说，在中美的和平衡上面，其实他们已经有很大的改变了。是，好，我们接下来问顺峰委员怎么看？应该是巨浪3啦，因为上次在93阅兵的时候，最引起专注的一个是东风31嘛，一个是巨浪3，是属于压轴型的哦。那同时呢，它这一次的整个的测试里面的这个的数位的收集啊，这个整个的次代的收集，也应该是一个首次越洋的一个收集，所以巨浪3应该才对了。政府说错了没关系嘛，2跟3差一个字而已啊。反正你们差很多呢哦。你们常说错嘛，也不是第一次说错，是无所谓的，反正他要怎么说就怎么说呗。那中国大陆做这一件事啊，这也没有什么好惊讶的，反而呢是大惊小怪的，跟很稳住的，像这些大国和大国不会大惊小怪，为什么？因为他们过去常做嘛。第二个，中国大陆不过做了一件大家都知道的事，然后给你知道而已嘛。你说从大家都不晓得有巨浪3，然后中国大陆有这个潜舰发射的这个导弹，我都不知道，像你有了，我吓了一跳，不是嘛？大家都知道，所以也不用大惊小怪。那台湾当然是抓住机会来大惊小怪一下嘛。放心啦，这个不是针对台湾啦，这一点，我们台湾可以放1000颗星、10000颗星、100颗星，哇，巨浪2也好，巨浪3也好，东风也好，都不会针对台湾啦，这一点我们可以安心。所以呢，是不是对台湾产生威吓什么，这个就不用讲了啊，因为它不是的。导致呢，《纽约时报》这一次的评论是说的比较对的。纽约时报这个评论应该在这里面呢讲得很清楚，包括刚才杨教授所讲的。说告诉美国，咱们就可以了吧？你有的我也有，咱们就好好的来干其他的事，不要在这里再比赛了。很简单，1000颗弹头跟300颗弹头在毁灭的程度上有差别吗？没有差别的啦，是没有差别的。所以这个的情况，某一种程度让全世界维持的平衡，不是一个坏事。这个我们关注，我们应该更关注的是第一段主持人刚才所讲的，到底我们的强攻所谓的这个强攻到底行不行？这是我们的天宫4型嘛。我们的规划里面是2型、3型是低空嘛，大概到25公里、30公里左右。然后呢，这个呢强攻呢就是所谓的天宫4型，是到了70公里。那本来呢，信心满满的告诉我们这是一个盾啊，一个盾。然后而且告诉我们像类似美国的萨德系统我这看了我都很兴奋啊！我们美国有萨德，咱们有这个的台湾之盾强攻，我们强攻对，然后呢还可以配合这个所谓的爱国者会战，等等，怎么吹我都没意见，有也很好，但是不要忘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一切都是依靠了美国的系统，美伊战争已经告诉你。那些王爷们花了那么大的钱，买了比台湾还好的设备，设置了比台湾还好的条件结果呢？结果是被中国大陆的徒弟这个伊朗就搞得天下大乱了。那现在我们面对的是师傅所以呢，再搞美国这一套有没有效？想一想，真的假话这个对少，这嘛是含价都没对少。以前就是说吃了可以止咳，是吃多一点要吃多少的问题。现在是明白的告诉你，吃了也止不了咳，因为谁已经证明了，这个中东已经证明了，他们用的是第一手最好的，而且还美军在操作的，都如此了。
所以这个东西要不要继续再花这个钱去搞这个事？然后呢，强攻飞弹啊，到底今年编、明年编，事实上对台湾来讲，除了自我安慰之外，没有太大的作用。好，金钟教授怎么看？ OK， 我相信大家看到中国大陆啊，在秀 muscle 啊，已经步步啊让人惊讶。那么，不管从这个10多年前的这个基础建设、基建狂魔，到它的科技自我创新、自我创造，那么最后是遍地开花，所有的这个科技东西呢日新月异，而且呢成本低廉。那最后呢，我们又再看一下，这当然比较隐匿，有很多必须保密的军事的这个进步呢，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对岸的这个空海路啊，样样啊都是这样的一个这个直线向上。那当然，我们先看一看，光印巴战争啊，对不对？可以把这个比较落后的战机可以打赢对方比较强的战机，这个非常清楚。它跟这个科技的配合，甚至配合它的导弹，那么就是霹雳15等的。好，那我现在讲导弹这一部分呢，导弹当然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对岸的导弹，各式的导弹，地对地、地对舰、地对空、空对空，哇，这不得了。那当然，我们现在不去谈其他导弹，我们就谈2个最有趣的啊。我们也不谈这个霹雳了，我们谈东风和巨浪。那我先讲这个巨浪，以我的判别，2的机会还不小，不一定是3。中美的很多专家好像说是3，但是台湾说是2。你知道为什么吗？我是用一件事情来做合理推论。2022年 ，Nancy Pelosi 8月2号来到台湾，当时希望我们台积电过去。当然这件事情触底了我们的对岸的红线。做了一个大动作，叫6区经验，而且没有预告就6区。请问6区经验丢的是什么飞弹？它是一个叫东风15飞弹。那东风15飞弹呢？它是一个非常短程，是最短的600到1000公尺。因为它现在并不是真正要打，它只是试打，甚至有点威吓的力量。它所以用一个这样的一个导弹，我很快就写了一篇文章，说这是一个试打，真正。当我们警觉它有这个飞弹的时候，我们要应对它的时候，它真正要打是当时已经试飞成功的东风17，因为东风17它射程会是3倍，就绝对呢在短程一定有办法命中，而且它是响尾蛇式的。我的意思是说，这次它可能试射也可能是巨浪2，但是它也告诉你，就像刚才申文讲，在去年的93阅兵有2大重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讲这个东风31，东风31刚刚讲到啊，这个短程的东风15是600公尺。以上，那么东风11是1800公尺，东风31到1万多公尺哦，12000公尺，这是吓死人。第3代，这什么意思呢？请注意一下，北京还有我们讲洛杉矶距离多少？最远是1万出，那么到旧金山9000多公里我讲是公里，12000公里，请问这什么意思？第2个呢，讲巨浪。巨浪2射程只有8000公里，但是巨浪3射程是12000公里，一样的道理。请问他秀的是告诉大家谁？他一样每次先丢一个中型或者弱一点的，等到你真正要对我们的时候，你已经看到了我们有更强大，会让你吓死。这就是呢，我觉得各位，我最后只要讲一个。各位啊，其实最震惊的还是2020年8月26号发生的一个叫做一时异地发射的2个东风，一个东风26，一个东风21D 哦，从浙江还有从这个青海异地的地对舰，在这个南海呢就完全同时命中打到一个舰。其实这个已经警告过美国，其实美国现在对中国很多的军事武力已经不敢再有所谓的太多的幻想了。对，因为呢，他觉得已经不知道他们到底有什么了哈，这就是一种美国的恐惧。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我们这阵子一直在谈中日之间的关系以及共鸣感了，但是现在俄罗斯似乎也加入了中国的阵营哦，跟日本有步步进逼的感觉。好，我们看到了潜射飞弹刚试射哦，中俄海上的联演也接力登场。好，所以呢，北京的战略节奏是加快了。好，我们看到中俄年度的海上联合2026的演习在日本海来展开。好，从海基战略武器的测试到联合海空的演训，2项的军事行动是接连登场。好，那我们也看到中俄的海上联演呢，有万吨大驱鞍山舰哦，跟这个俄罗斯的航母杀手瓦良格号列阵在黄海。
那福建舰航母呢，则是在西沙海域密集的操演区域部署，说年底前会完成全战力威胁剧增。好，那这是福建号前往海南岛来整补之后，直驱了西沙群岛。好，那接着又转往到南沙群岛航行，组成了大型舰队之后，进行一个区域的部署训练，加速完成今年底的全战力能力，也对第一岛链及南海周遭的国家威胁的力道是正在加大的。好，那中国的海警船罕见的逼船驱离日本的渔船，我们看到这是日本海上自卫队跟中国的海警船在7号钓鱼台附近的海域又爆发了海上的对峙。中国的海警说是日本的渔船非法闯入到了中国的领海，那中方是依警告把他们驱离了，但是日本对此又说这2艘中国海警船驶入他们的主张领海，而且接近1艘日本渔船，所以日方持续的警告跟监视，所以2艘船是对峙了7个小时才相互离开。那当然这都是一种容易擦枪走火的行径。那现在呢，美国实力到底是不是流失了呢？因为有外媒先看到的是中国大陆的军力发展。我们先看到这个是歼20的战机，说突破了500枚，2030年恐怕会达到1000架。好，歼20A 呢，机背隆起有舷机好，我们先看到这张图，歼20A 就是这样。好，那机背有明显的隆起，说这个座舱罩跟机身接连处的线条又更平滑了，所以有助于降低跨音速跟超音速飞行产生的阻力。那同时也改善高速飞行时的气流控制。所以有军事媒体就分析说歼20A 在气动设计、航空发动机以及机载电子系统还有内部结构等方面都进行了大幅的改进，所以被视为中国空军向5代半战机标准迈进的一个重要型号。好，那刚刚一轮有讲到嘛，美国智库现在呢，它有做出一个报告，特别针对就是解放军的军力发展，就闹了笑话，为什么呢？因为呢，美国空军大学中国航空航天研究所的研究报告，他拿中国的电影空天猎的情节，作为论证解放军防空压制战术发展迟滞的一个关键证据。他说歼16D并未大规模的列装。那大家就觉得很怀疑说美国空军的专业到底有专业，必须要拿中国电影的情节来证明解放军现在的军力很落后嘛？但是歼16早就在2022年就公开亮相，而且多次的报道演训的画面。好，那除此之外也看到经济学人说这个美国的实力真相到底是如何呢？因为它以购买力平均评价 PPP 来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早在大约10年前就已经超越美国。那制造业的产值上面1945年全球近半数的工业制成品产自也是美国，但是到2024年这个比例已经跌到大约15%。那现在中国的占比更是美国的2倍以上。那川普之前不是很爱用关税来治百病吗？那现在是不是也打到自己人了？先看到丰田是砸了1156亿来迁回美国，所以川普很开心就说：“哎呀，我们的关税奏效了。”结果是不是关税战又白忙一场呢？因为美国的贸易赤字非常的高。我们看到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最新贸易数据，今年5月份美国的贸易逆差扩大到776亿美元，这是2025年3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所以大家就说你这个关税战根本是白折腾了1年。那美国22州甚至还反对联邦政府加征关税的计划，他们认为这是不合法的，而且损害了美国的经济以及消费者的利益。好，如果从数据上面来看确实是啦，一个 CP 值超级不高的，甚至还有赤字，又是浪费了时间，又把盟友给得罪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划算的生意。好，我们看到中俄逼近到日本，因为刚刚说了有潜射飞弹试射，还有联合的海上这个联演，所以大家就认为这针对日本的味道蛮明显的。永明教授怎么看呢？其实中俄的海上联合演习也已经15年了然后呢，上个月中俄之间的空中战略巡航也从2019年就开始了，那2022年还每年2次。那不过是这几年呢，在海上的不管是
中俄之间海上还是空中，它大概都是从日本海，然后呢进入到东海，然后穿越宫古海峡进入到西太平洋。那也因为国际的水道在这个西太平洋区域就是这样子嘛，所以过去大概都不会视为说特别针对日本。那但是今年这种氛围真的是比较明显，是我觉得一方面日本自己本身自己也知道中日关系现在交恶，而且我觉得今年下半年之后这个大概也回不去了。为什么？因为7.7刚过，因为7.7事变是所有中国大陆开始在每一年这个事件开始到年底，所有的这个2次大战这些纪念日都在年底的下半年。那你看7.7，然后8.1是中国大陆的国庆，然后呢这个建军然后10月1号是国庆，然后呢12月13号是什么呢？是南京大屠杀纪念日。所以高市政府其实失去了一个黄金时刻，也就是说在这个7.7之前去改善中日关系，显然他也无异于此。因此呢，所有的这一些相关的演习好像针对性就比较明显，日本的媒体也把它视为好像是针对日本。不过我刚刚提到，其实他老早就有这样行为。然后呢，我们刚刚提到，在这个不管是巨浪2还是巨浪3的这个发射，对不起，美国在去年9月的时候，在佛罗里达外海也试射了4枚这个3X2型的潜射飞弹也是1万公里以上。美国每年都在测试，他今年的3月还在加州发射了1名洲际弹道飞弹，打到马歇尔群岛附近。所以美国一天到晚在打，那就是因为他们这5个国家都是合法的核武拥有国，所以呢，这个载具的发展，那当然你现在不做核子试爆，可是载具的发展，不管是空机、陆基、海基，这也都是美国在做，俄罗斯也在做，然后呢，中国大陆也在做。不过是这一次所做到的是，这3个国家都达到了真正的具有核威慑的这个能力。所以我是觉得很可惜，日本在这个中日交恶的这种情况之下，他还是要一路走到这种抗中保日，然后现在面临到来自于稀土跟稀有金属的这个制裁我觉得对它的军工业甚至对它的制造业都产生很大的影响。那至于你看到像是这个美国的这个空军大学的智库，还用一个电影，中国拍的电影，那是电影呢，来证明说歼20没有，歼16D 也没有，歼16D 对不起，2个礼拜前中俄空中联合巡航当中就有歼16D，歼16D 什么？是电子作战机。然后同时呢，也有轰6K 战略轰炸机，还有呢空警500还有当然歼16就一般的这个战斗机。所以我们就看到，在从我刚刚讲了15年来海上跟空中中俄的巡航，刚开始是一种政治的表示中俄之间的关系，到后来你看它彼此的信心加强，然后呢机制建立，然后呢实战化开始走向更加的远洋的这种就是方向。所以我觉得其实的的确确的西太平洋现在的这种军武的这种冲突的情势氛围在加剧当中。对，确实因为从去年11月7号高市讲完他的那个言论之后中日关系一直都没有改善，那日本感觉一直往死胡同走现在真的是到了一个比较紧张的氛围。顺峰委员怎么看？有一个人这样说，我给各位听听看。人家说日本有没有未来？他说不，应该问日本未来有没有日本。但只要你这样继续的搞法，继续这样的中国就在你的旁边，是搬不走的邻居。这个邻居今天已经壮大成这个样子了，那你呢应该做什么样一个选择？中国从来没有对你产生威胁，历史里导致你对中国的威胁一而再再而三。这个时候你去讲中国威胁论，不是很奇怪吗？中日之间的战争遗绪尚未清算完毕所以我常常讲，中国大陆跟世界任何国家引起冲突，大家都很容易压制得下去，唯独日本引起冲突，那个民族主义的情绪谁搞不好谁垮台湾。对，因为只要到那个节日，历史的情绪就会被带起来。而且一来呢，因为双方有关历史遗留的遗绪，至今都未解决掉嘛，是吧？而且还是近代史对所以这个对他来讲是蛮大的。那再过来呢，这个钓鱼台列岛的那一条船，我一定要介绍一下，那个叫瑞宝丸，这是呢
经常碰瓷的一艘船，是职业性的。那个船长呢，叫做金城和司啊，还在2021年开了一个专门说明会，告诉大家怎么跟中国的海警船周旋的说明会。这个是标准的日本的右派，而且他每一次要来碰瓷的时候，还很奇特，还有日本保安厅的船护航的一起来，所以不要小看这一件事、啊，哪一个事情，这个呢瑞保安哪一天就会出啊？那每一次他就来卖惨，说我被怎么样子呢？我看有一天不是你卖惨，就这样子，日本有没有未来？未来有没有日本？你说呢？瑞保安有没有未来？要问说未来还有没有瑞保安？请他自己想清楚一下，因为他是长夜惯犯。这一艘是专门来表演职业渔船，这职业渔船，然后专门来表演碰瓷的，然后呢，新闻就报，哎呀，他们又进来了，中国又怎么样了？这专门的啊，这是专业户啊，专业。这个可能大家不知道，今天跟各位来报告一下。那至于呢，中国大陆的空间，我们晓得这个歼十是这个轻型的战斗机，15、16呢，不但是这个战略轰炸，不这个战斗轰炸机啊，这战斗跟轰炸两个光任务，还有重要的是电子。不止如此，我要告诉各位，我喜欢做那个飞机模型啊，我从40年前做的飞机模型，就是 F-15、F-16跟 F-18、F-14，现在美国还在飞这些飞机，40年了。那中国大陆呢？这个歼十大概是20年前开始，歼十，然后15、16、18都不，这个15、16都是最近这些年。更重要的是，现在它的主力战机啊，歼20啊，现在呢500、1000。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还在玩30年、40年前的飞机，中国大陆在玩新型的飞机，世间的实力对比啊，已经慢慢的显现出差距了。好，建中教授怎么看 ？OK， 那个没有错，中俄持续的这个深化合作啊，不管刚刚这个有人讲到，已经历来已久，但是呢，可以看到最近这几年啊，尤其的紧密。那么，尤其他们的军演已经变成常态化军演，不管空的、海上的，所以对日本的这个，而且他们都在日本海域周边啊，对日本的威胁的确是非常大。所以呢，日本呢从某个角度，它地缘政就被孤立掉，你知道吗？而且呢，它的外交呢产生了非常大的艰难，所以它到处要去拉帮结派，甚至拉到了印度去。大家都知道，你知道他现在发觉美国已经不这么的可靠之下，他必须找到有人来跟他一起啊，不管是保护他，或者说跟他一起来抵抗。可他现在碰到了一个非常严峻的，就是他要面对两面的应对的这战略这个夹击哦，这是非常严峻对他们来讲。所以他会发生两件事，第一个呢，因为你会发现他好多的这个海峡，不管是宫古海峡、对马海峡或者大隅海峡，常常被中俄的联防的不管海空啊这样穿越穿来去，你知道他们压力有多大吗？这压力非常大。第二个呢，他自卫队很可怜呐，他疲于奔命，不管是海上自卫队或者是航空自卫队，他要干嘛呢？动不动要起飞。动不动要出舰就去陪人家，你知道伴飞，要不然就对着人家。大家记得之前还有一个在那边对视啊，看你要不要走，还生怕谁先打。你知道他们那个压力是非常大，所以你看，小泉常常出来讲话，你知道吗？因为他们有点撑不住。其实我们也想一想，台湾也发生过这样，就当我们面对到我们的对岸常常在我们这边军演的时候，你会发觉我们的飞机动不动就伤，动不动伤害，动不动。所以呢，他们的频频升空啊，这个出航造成他们这个所谓的国防资源还有的官兵的精力是极大的消耗，这是现在日本的状况。所以刚才这个我觉得再走下去，像我们这个申梦讲的说，不要问这个日本有没有未来，要看未来有没有日本，这个还蛮好笑的。不过我最后要讲一个跟川普有关，川普真的霸气十足没有错，他还以为他是霸主，但他实力已经俨然不太是霸主，所以他会异想天开。他就像打伊朗战争也是这样，我打了就马上赢，就打到现在输到一屁股，你知道吗？要拿的什么都没拿到，他觉得打 tariff 关税战就可以拿到全世界的东西，制造业全部回流，钱全部抢来，不是要抢就用夺的，因为美国的经济的确差了。刚讲到实质 GDP， 它实质 GDP 真的不行，因为它消费还是很高，可是它 GDP 已经比较不这么成长，而我们的对岸 GDP 成长，而且消费指数还是比较低，所以是输了。但你说他以为他要啥得啥，其实已经不是过去的美国了。所以过去的美国兵工厂，现在是美国制造业是空洞化，完全是两个对比。所以这个最可怕的就是根本不自知自己已经衰落了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哦，这世界真的很不平静哦。我们看到法国总统马克宏啊，他有要到这个叙利亚进行访问哦，结果首都大马士革就不料在举行会谈的饭店附近啊，竟然接连发生2起的爆炸事件。好，那现场是黑烟直窜天际。我们带大家看到首起的爆炸时间点，正好就在马克宏的车队要出发前往总统府之后。好，另外一个则是路边的垃圾桶，随即也发生了爆炸，而且窜出了猛烈的火舌。而在仅仅数公尺之外，第2枚的爆炸现场又再度引爆，甚至还波及到了现场的救护车，所以场面相当的混乱。好，那叙利亚咖啡厅其实在7月3号的时候就曾经发生有炸弹恐攻事件，而当时呢还酿成了9人死亡、20人受伤。那当局他调查是说这爆炸是由预先安置的爆炸装置引发的，那有展开调查，要誓言追究责任。但是7月3号这一起跟马克宏的这个巧合的一起呢，其实2起只相差5天，而且两地距离大概只有1公里左右。很多人认为不是一个巧合啦，因为手法相近，而且都使用一个简易爆炸装置的隐蔽安置。那会不会7月2号、3号这一天就是预演的犯案？然后呢，7月7号马克宏当天就是一个实战，有人这样怀疑。好，那马克宏现在也抵达土耳其要出席的就是第36届的北约峰会。北约峰会大家也很关注，因为川普也去了。好，那当然，现在在伊斯坦堡也有数千人游行反对北约而且呢，对于美国非常的不满，说他们是杀人犯。好，我们大家来看就是在伊斯坦堡有数千人举行了抗议北约的这个游行，他们认为北约就是维护全球霸权而设立的屠杀机器。那甚至有些标语跟道具来嘲讽川普。那警方派员镇压抗议这个游行的队伍。好，那川普抵达了土耳其的首都，那要出席的当然就是北约峰会了。好，那他在蓝色土耳其的地毯上面迷失方向所以可以看到画面上也让这个埃尔段挽起他的手臂，一步一步的引导他走向了军礼队。所以这个相关画面看他挽起了他的手说在前方啦因为他有点迷失了他的方向。当然出席北约峰会川普特别讲说我会来是因为要给土耳其面子。好，那这次确实也给满面子，因为看起来跟土耳其有破冰他要解除制裁，而且考虑出售土耳其 F-35战机。川普是说土耳其在很多方面比我们认为会忠诚其他国家忠诚的多所以我们可能会考虑向土耳其出售 F-35战机，它是目前最好的飞机，我们一定会考虑的。好，那川普是为钱打脸自己的决定吗？因为过去不出售土耳其 F-35就是他在 1.0 的时候2019年所做的决定。好，那当时的原因是因为说土耳其买了俄罗斯的 S-400的防空飞弹系统。好，那当然呢，这个土耳其总统埃尔段是说判川普言而有信但因为我们也很了解川普有时候也是说说而已所以可能要再观察。不过这引发了纳坦雅胡的不满他说埃尔段可不是美国理想的盟友，他说这个举动会破坏中东地区的军事力量平衡的恐怖。好，但是现在逼比的话，川普还听吗？我们后续也可以再来做一下验证。但是呢，美伊战争又再起哇，真的打不完。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国部队对伊朗发动一系列的强力打击，惩罚伊朗无故的袭击商船。那美军攻击的目标包含他们伊朗的防空系统，还有一些监视系统，以及地对空的飞弹，还有反舰巡弋飞弹的阵地、无人机发射场，还有港口设施，蛮全面的。好，那当然这不是对等的回应，美军惩罚性的空袭伊朗有官员说不会这么快结束。那说比美军多5处，现在伊朗有反击那大轰巴林科威特美国基地，甚至还击落了 MQ-9 的死神无人机。好，那现在说他对于美国85处重要的军事设施都有做一些相关的攻击。好，那美军在轰伊朗报复赫姆兹海峡的商船遇袭，现在油价又跳涨了6%，所以你可以看到川普在美伊战争这一战真的非常的吃力不讨好什么事情都会有一些不同的冲突。好，那当我们还是看到马克宏他因为他要到北约，他先去叙利亚这边但是有一些的危机。好，我们先问永明教授怎么看？这个北约在土耳其开高峰会不过其实它也是一个军武展售会。
中国大陆派了很大的一个就是团队哈，到那边去展示一些相关的武器。韩国的总统李在明也去了，他就想卖韩国的飞机给土耳其。那当然，川普就从中拦截说，那我就直接卖 F-35给你，不是单纯只是做生意。是，其实川普也在思考，美国不可能离开中东，就算是在伊朗战争之后，为了地缘政治，为了能源石油，也为了以色列。那可是呢，在海湾地区有美国驻军的这些国家，到现在被砸被毁的这些基地还没有办法修复。因为赫姆兹海峡，美国还是无法通过。然后这些海湾国家当初花了大钱，以为说可以买到安全，就没有想到被美国利用，变成被攻击的对象。所以在这个事件，如果美国跟伊朗能够走向和谈，或者是情势稳定下来，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但是呢，这些海湾国家可能都会质疑，还要再回复跟美国的军事关系吗？那个军事的基地还要回复吗？等等之类这些质疑美国就知道他要在更多的这些外围的国家，尤其像土耳其、像埃及，他可能要加强跟他们之间的军事的关系，来去确保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地缘、能源跟以色列的利益。所以我觉得内塔尼亚胡其实也没什么好骂的，他还不是为你。当然，因为他跟就是埃尔段之间的个人的恩怨很深那北约现在进入到3.0，1.0的时候就是指冷战。2.0是冷战结束之后，大概到川普上来之前。那这个3.0现在面临到很大的压力。第一个，他们就承诺，因为川普叫你要加军费，所以他们承诺在2030年要达到 GDP 的5%，但这里面有3.5%是军事预算，1.5%是基础建设、网络安全等等之类，所以不完全是，但3.5%也很高啊。像西班牙就说，我哪有那么多钱？我觉得这个西班牙的这个总理是真的是有 guts。那我们台湾就没有办法。但是呢，第一个他们已经答应要做到。第二个，你看这一次，光是军事的采购就大概几百亿，说要增加军备。那土耳其买 F-35。那第三个呢，这个各位可能不知道的，德国其实在这1-2个月，它有一个叫45装甲旅，1600名士兵，有豹型战车啊、坦克车、装甲车啊，还有无人机。在那个立陶宛做演习结束之后，现在常驻立陶宛，而到明年年底会增加到5000人。所以德国现在开始增加军费的同时，他也开始在对东欧在做布局。因为如果俄乌战争结束之后，跟俄罗斯之间的军事关系，这些东欧国家需要欧洲的国家的支持，因为美国川普越来越不确定他们是不是会从北约离开，或者是说从北约减少驻军。那这些不确定性，现在欧洲就要面对，自己来挺上去、补上去了。对，就觉得有点靠不住了。好，盛峰委员怎么看呢？我想北约这个变化是最值得我们关注的，因为其他都是点点滴滴的因为北约这个是影响到整个的欧洲，欧洲会影响到的整个世界。那现在呢，在我看的一份资料里面有看到业内是这样子，就是说现在在北约的这些智囊们，他们也在发现，到底北约跟美国在经费上、在防务上会出现什么情况？他们列下了4个等级，其中第4个等级是最可怕的。第1个等级就现在不管呢，我经费我照你的意思，我尽量加，但是到时候有危险，你还是会来支援我，这是最美好的一个。第2个呢，就是说我一定要达到一定什么样的经费。满足了美国之后，美国才会来支援我，这是第2个。那我们就来前面来增加就对了嘛。第3个呢，这是他们开始担心的，那就是说我呢这个不管我们增加经费，我照样来做了，我自己可以防卫了。就像刚刚讲的，这个德国的部队现在进驻在立陶宛，那对立陶宛情何以堪？因为2次大战是德国进驻立陶宛，然后是苏联的部队再打回去，再把德国部队给赶跑了。现在弄到最后呢，德国要再回去，为什么？因为没有办法相信美国，只好呢用德国的力量来培养。所以第3个情况就是讲，他们非常的担心，像乌克兰战争一样，跟俄罗斯万一发生的冲突，那就是美国所有的援助会到场，但是人就不下场。哇，这个呢就是第4个他们更担心。这个第4个最担心的层次是什么事情？就是说把欧盟、把北约
当做跟俄罗斯谈判的利益，就是把它当做棋子来了。来，这个我跟俄罗斯谈，然后你就我就像台湾一样拿来当谈判的利益。那到了这第4个阶段呢，这是整个的北约呢，就是形同啊，这个有名无实了。那其中呢，到了第3个阶段里面，就是说你们将价精算，然后呢，你们打我支援，可是我仍然要在北约要拥有那一票否决权，不能让你们随心所欲。这个等等哦，这一些的分析，我们听起来就有一点不可思议啊！怎么欧跟美本来在给我们的感觉里面两边是合在一起呢？怎么现在会是这样子？分裂了。北约我们认为是全世界这个最凝结的一个军事同盟机构，怎么会有这些的想法？这些点点呢，都是让我们有所警惕啊！尤其是台湾。其实我与其讲北约啊，不如讲给台湾的执政者听听。假如连北约都会有这样的忧虑，台湾你真的还可以坚若磐石、安眠入睡吗？好，建中教授怎么看？对啊，我在想，美国自从川普上来以后，到底对北约是怎么看呢？已经多少次，他甚至当然不能说马上对北约退群，他有多少次的威胁，甚至利用各种方式，尤其在俄乌战争的各种方式，都告诉大家，反正钱你们花，那你要我做什么，就要多给我一些。这种态度，这种完全考虑美国自身利益的态度，已经太多次了。你觉得不只是这些小国，你知道欧洲多少的国家，其实表面不敢得罪你，哪一个国家真正能够敬重你？已经没有这种这个尊重他的事实了，所以我就不要再谈北约。我觉得北约因为美国还在，我觉得将来会越来越弱化了哈。那第二个我比较想讲比较有趣的一个事情，就是说土耳其，他对土耳其讲的这句话说，哇，比我们认为会忠诚的其他国家，哇，忠诚的很多。我想请问一下，哪一些国家对他不忠诚？中华民国台湾吗？好像也蛮忠诚。日本吗？我觉得多少国家敢真正表面得罪美国呢？他觉得就是伊朗战争没有帮他。我告诉你谁，就是沙特。沙特是一个非常奇异的国家，这个国家跟美国有80年的关系了。从当时的罗斯福总统当时开始建交，开始从1949年，也就是2战之后到现在80年。那尤其更紧密的是在尼克森总统1974年，当 Bretton Woods System 瓦解之后，美元黄金本位不行的时候，到了沙特去建交，那是一个可以控制中东整个石油这个走向的一个国家哦，签了所谓的石油美元制。请问那时候做了什么事？美国答应他，我保护你全国未来的国防。我一讲没有问题，你卖我人员，人员稳定，我让你国家安全，这是当时的契约啊。好了，一路走来，请问一下，现在有国家安全吗？苏丹机场没有被炸吗？炸了以后，你美国怎么做的？有来帮我吗？动不动就说叫我们自己去打。请问一下，你们卖我那么多武器，我跟你讲，你们欺负我们，钱还要花，所以沙特已经跟巴基斯坦讲说他要买别国武器啦，甚至歼10的那个地尔都在讲了。这一次更有一个更有趣的，7月3号到7月9号发生什么事？哈梅尼的葬礼，他们称叫世纪之葬礼，很多他动员了1500万到2000万的人。请问一下，有哪些国家去？8个元首，12个议长，100个外长，最重要的沙特的外交大臣有去。这个是跌破川普眼镜的。